你自幼走丢，找回萧家时却已沦为乞丐，靠讨食过活，丢尽萧家脸面。萧云彻，我若是你，早就没脸回家，找个地方一头撞死了。这世道不公！太初3年8月立秋，大武女皇李玄黄大败匈奴，斩杀反贼，于1个月前称帝。女皇重武轻文，朝中武将居多，皇权稳固，却民生凋敝。此时最是政通人和，百废待兴。萧云彻，你快钻过去！你不是最擅长钻狗洞了吗？你自幼走丢，找回萧家时却已沦为乞丐，靠讨食过活，丢尽萧家脸面。萧云彻，我若是你，早就没脸回家，找个地方一头撞死了。这世道不公！天子脚下，这帮二世祖竟敢如此欺辱平民！陛下，您刚登基，不宜再闹事暴露身份。朕用铁血手腕大退匈奴，强势登基，可在处理国事、匡扶民生方面始终有心无力。难道朕要眼睁睁看着朕的百姓，哪怕在天子脚下都不得安宁？萧云彻，你装死呢？死了倒好，省得活着玷污父亲的名誉。我这是穿越了。装死吓我们是吧？有你好果子吃！我竟然穿越成了萧家嫡长子萧云彻，自幼走失，在战火纷飞的大武，靠着乞讨和拾荒活了下来。太初3年，女皇李玄环平定叛乱，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战争。萧云彻因此被找回萧家，本以为时来运转，却因常年流浪在外，与乡野村夫无异，遭到家人嫌弃，浑身都臭烘烘的。还不快把他拉下去冲洗！可曾识字？父亲，云彻自幼走失，能活下来已是不易，没有师父教导，岂会识字？不会识字，倒是伶牙俐齿的很。这倒不说，身手如何？不曾会武功。哼，既不识字，又不会武，已经是个废物了，不必管他。我怎么会生出这么个没用的儿子？这个又脏又臭的男人，居然是我们大哥！连路边的野狗乞丐都不如，竟也好意思做我萧家的子孙。回到萧家之后，父母轻视，弟妹侮辱，我活在百般屈辱之下。既然他不吃，那就灌进他嘴里。非要我动手是吧？你不过也就是我们萧府的一条狗，这狗碗里的吃食跟你很配。萧云彻，你疯了！不是你说的，我本来就是条疯狗。狗吃的东西，味道怎么样？二哥，你居然敢让小妹吃狗食！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！你快住手！萧云彻居然敢反抗了，他怎么突然像变了个人一般？新帝上位，肃清余党，朝中多是武将。女皇已在广招能人义士辅佐身侧，如今朝中正是缺人的时候，萧家是该递出投名状，争取陛下的青眼。文哥儿能文善武，才高八斗。雪烟虽不是亲生，是过继的，但他国色倾城，长袖善舞，定能为萧家效力。爹，大哥要杀了我，他将我头都打破了。大哥还逼我吃狗食，娘为我做主啊！胡说八道！萧云彻一向胆小懦弱，逆来顺受，怎会对你们动手？大哥一直因为自己比不上二哥，心怀怨气，早就积怨已久。
所以才对二哥大打出手，恨不得杀之后快。父亲，自从大哥被找回来，萧家一直好吃好喝供着他，让他再也不必像从前那般如野狗讨食。他却恩将仇报，怀恨在心。若是不严惩，旁人只会看萧家笑话。逆子，带路，为父这就为你们讨回公道。大少爷，您为何要将狗窝放在这里？秋雨，自从我回到萧府，你便一直跟在我身边。何府上下，只有你将我当成大少爷看待。您原本就是萧府名正言顺的大少爷，奴婢对您好是应该的。是我连累你受了不少委屈，今晚过后，萧家不会有人敢再欺负你。萧云彻，你殴打弟弟，欺辱妹妹，可曾知罪？知罪。我的罪，便是身为萧家长子，却自幼走丢，没有在萧家接受良好的教育，成为让你们骄傲的人才。我的罪，便是不该在外乞讨求生，为了活命，活成低贱卑微的模样。我的罪，便是没有直接死在外面，而是好端端活着回来，让你们萧家蒙羞。胡说八道！我什么时候说你走丢是错，不成才是错，想活命是错？哼，分明是你自己不知廉耻，将与野狗抢食的恶习带入府中。回来便罢了，还带回来一条黑狗，居然还与它同食。如此看来，你也是一条路边的野狗。你们说的没错，我就是条疯狗！疯了！萧云彻，你是不是疯了？父亲，他该不会是得了疯犬病吧？大哥他平日里就和那条大黑狗走得近，定是得了疯犬病，失心疯了。对，我就是条疯狗。从今日起，你们但凡再踏入我的院子，我便会失控扑咬你们。萧云彻，你就不怕我不认你这个儿子吗？哼，我不是疯狗吗？什么时候成你儿子了？大哥，赶紧给父亲道歉。难道你还想回到从前流浪的日子吗？自从回到家中，我受尽屈辱嘲笑，吃不饱穿不暖，被你们玩弄殴打。早知如此，我的确不该回来。父亲，既然大哥不愿意待在家中，南庄正好有一处荒宅，不如让大哥移步别府，休养生息。好主意！既然大哥在发疯犬病，防止他再继续伤人，不如将他送出去。如牲畜般顽劣，冥顽不灵。即日起，萧云彻移居南庄荒院，待他病好再接回。只有萧云彻这个长子消失，才不会有人威胁我世子的位置。大少爷，您就让他们这么把你给赶出来了？与其在萧家受折磨，不如出来自立门户，自找出路。奴婢真不明白，您走丢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找回来，老爷和夫人不想着弥补您这么多年受的苦也就罢了，既然嫌弃颠沛流浪的你，不如二少爷要也。奴婢心疼您。别哭，有那功夫，不如帮我把这里打扫出来。我要开一间名满天下的客栈。穿越来之前，我只是一个现代经营着一家小饭店的宅男老板，打打游戏，做做饭，看看历史书，勉强能糊口。太初3年，女皇重武轻文，士农工商，商排在最后。但如今正逢兵变之时，百废待兴，正是捞钱的好时候。大少爷，您会做饭吗？不但会，还很精通。民以食为天，回天客栈，就这个名字了。大少爷，您还会写字呢？
丑了一些，但还能用。拿出去挂上。那边的男人怎么如此眼熟？陛下，似乎是那天被逼着钻狗洞的男人。那日瞧见他，犹如败家之犬，今日倒是摇身一变成了掌柜。卖米果了，新鲜的米果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怎么卖？米果1文钱10个，1文钱。那边20个，一筐子给您都行。我家孙儿快要饿死了，只求1文钱，买些糠米回去给他煮了吃。这米果再吃下去，我们全家都要死。如今城中全是卖米果的摊贩，连年征战，又是饥荒洪灾，百姓缺衣少食，只能靠食用这种野果饱腹。可这米果没有营养，极难消化，不少人吃下后中血肠裂，都是常有的事。只可惜除了米果，普通百姓再也难有可以吃饱的东西。如此难以下咽的东西，竟然是百姓们唯一的吃食。你怎么了？没有，气息了。愣着干什么？这人呛着了，快用海姆立克急救法！什么急救法？忘了这是古代。医疗水平低下，现在最基础的急救法他们都不知道。大胆刁民，快住手！他已经没气息了，难道你想让他死也不得安生吗？好你个萧云彻，居然大庭广众之下猥亵良家妇女！我这就回去告诉爹。你再阻止我，他才真是死不瞑目！我怎么了？我以为我方才已经窒息而亡了，怎么又活了过来？刚才你被果子噎住，差点呛死。我对你进行了急救，你现在已经没事了，不用谢。你方才是在救他？不然呢？我一介市井小民，难道还能当街害他不成？你是何人？为何有如此精湛的医术？他刚才分明没有了气息，你竟然能够起死回生？这不是什么起死回生之术，这只是……算了，就算给他解释，古人也不会理解海姆立克急救是什么意思。祖传秘法，不必多问。救命之恩，遥铭记在心，必当结草衔环，涌泉相报。小事小事。都说了不必报恩，别挡着我做生意。店家，你这是开店，岂有赶走客人的道理？客官，您想要吃点什么？将你们这儿的招牌全都上一份。得嘞。黄姑娘，你觉得口味如何？京中不少馆子我都去过，竟无一家比得上这家美味。的确，且这些菜色都闻所未闻。二位有所不知，这些都是家中祖传菜式，既然喜欢，日后便常来。其实就是简单的小炒菜，只是古代精炼盐十分缺乏，只有味道苦而涩的粗盐。寻常人家做饭自然不好吃，但对古人来说几乎是军事机密的制盐手段，还不如现代人用简单的锅、布、炭就能生产出雪白、纯净、无涩味的精盐，品质吊打贡盐。你说什么？父亲，我亲眼看到萧云彻不仅开了一家客栈，还当街调戏良家妇女，被众人围观，实在是丢我们萧家的脸。父亲，那萧云彻在外流浪多年，早就沾染了不少陋习，将他送走只会辱没我们萧家的名声，还望父亲一定要严惩。我今日便去砸了那孽障的店，好好教训他一番。你是他的伙计，还是他的媳妇儿？
我是他的丫鬟。丫鬟？你家主子竟然还是个少爷？既然是少爷，怎会出来开这么个小酒馆？萧云彻，你快钻过去！你不是最擅长钻狗洞了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萧云彻，客官贵姓？怎么称呼？免贵姓黄。我身边这位是我闺中好友姚姑娘，我们同是商人之女，只是最近生意不好做，家中气氛紧张，便出来透透气。这几个月生意是不好做，先帝退位，女皇登基，处处皆是动乱。不过你放心，熬过这几年，便有好日子过了。初中历史上都写着，再过几年，神武元吉女皇便会带领大武进入德武之治，国力空前强盛，街边随便一个小乞丐都富得流油。哦，掌柜的倒是看好当今女皇，我倒希望你说的话是真的。百姓苦了太久了，是该过过好日子。是不是真的？咱们日后就知道了。客官若是对我的手艺满意，以后常来。这是方才那两位姑娘掉的。朕的玉印落在方才那间酒馆了。可是先帝赠予您的遣军玉印。是，那枚玉印可以派遣千军，更会暴露朕的身份，必须马上拿回来。萧云彻，你这个不忠不义的逆子，老夫今天非要打死你不可！你进里屋，不要出来。不行，若是他们对少爷您动手怎么办？秋雨好歹能替你拦一拦。父亲，萧云彻不仅当街对良家妇女上下其手，还和自己的贴身丫鬟厮混，这等败类，简直是污蔑我萧家门楣！萧云彻，今日为父便要好好教训你，将你打得皮开肉绽，便是我这个做父亲的失职。你都失职这么多年，也不差这一时半会。萧云彻，这是你跟为父说话的态度，速速滚过来受鞭！你对你的下人非打即骂，人人表面服你，背后却诅咒你，所以在你眼中，我只可能是和秋雨有什么龌龊之事。你自然不知道，世间竟然还有像秋雨这样的忠仆。至于当街调戏良家妇女，更是无稽之谈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爹，我当时亲眼所见，萧云彻这是在狡辩。若是让京城的人知道萧家有这么一个纨绔子，却不加以管束，迟早会败坏我们名声。若是传到女皇耳中，必然会断送萧家的仕途啊！遣军玉印。这又是什么招数？微臣惶恐，微臣无意僭越，先帝英灵在上，请降罪于臣。二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遣军玉印在此，庶子岂敢智慧？父亲，何谓遣军玉印？这遣军玉印是先帝在位时御赐大将军之物，能够调遣千军万马。见此玉印，如见先帝。先帝已逝，余威犹在。什么遣军玉印？就这么全都跪下了？这是我客户落下的东西，我得替他们保管好。逆子，你可知道那玉印是何物？你如此卑微身份，怎会拥有此等贵物？说了是客人不小心遗落的。什么遣军玉印？你这老头自己眼花看错了吧？父亲，萧云彻见识浅薄，根本不知这玉印的厉害，会不会是他偷来的？京城常有达官显贵出入大街小巷，许是大哥觉得这玉印成色不错，便顺手一偷，思索着去当铺卖个好价钱。你方才说这玉印是你客人遗落的，的确。一派胡言！拥有此玉印者，皆是常人难以企及的天皇国贵。这般厉害人物，能来你这不起眼的小酒馆？
不就是块成色好点的玉印，有你们说的这么邪乎吗？父亲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看来是老夫做错了决定，将你安置在南庄。本意是不想看见你在府里碍眼，没想到你却在外兴风作浪，调戏良家，鸡鸣狗盗。哎，你还敢动手吗？你逆子！为富不仁，子岂可顺？听他们的意思，这玩意儿很是贵重，还是先妥善收起来，等那2位姑娘回来拿吧。父亲，京城卧虎藏龙，这玉印定是萧云彻趁某位达官享贵不注意时顺手偷来的。与其等贵人找来问罪，不如我们先将萧云彻交出去认罪，也好过拖累您的名声。你说的对。来人，将萧云彻五花大绑，即刻送去官府。你们要抓我去报官？不错，师出何名？你手脚不净，鸡鸣狗盗。那你们苛待亲子，凌虐手足，栽赃陷害，辱没名声，又该当何罪？你血口喷人！大哥，说话要讲证据。你说我们虐待你，但全府上下的人都可以作证，是你顽劣不堪，闹得萧家鸡犬不宁。你何至于反咬一口？那你们方才一口一个调戏良家、鸡鸣狗盗，如此往我头上扣罪名，可有证据？证据？你手里的遣军玉印就是证据。以你的身份，如若不是偷鸡摸狗，又如何能拿到这枚玉印？你若是不肯承认，带到了公堂之上，严刑逼供，可就没这么舒服了。最好是师大护心将这萧云彻彻底弄残，如此一来，才没人能动摇我世子之位。我再说最后一遍，这玉印是我客人落下的，并非我偷窃。即便是到了公堂之上，我也是这么说。好，事到如今你还在嘴硬，说这是你客人落下的，人呢？那边达官显贵能来你这破落户？此玉是我遗落之物，并非萧兄偷窃而来。黄姑娘怎么不曾与你一道过来？此玉便是她的遗落之物，她不便前来，请我过来拿。原来如此，这般贵重之物，日后可要谨慎放置才好。放肆！萧云彻，你如今学会请人演戏，一唱一和销赃了。我原以为你流落在外多年，只是彻底废了而已。只要安分守己，萧家还是能养得起你。没想到你从根上已经坏了，调戏良家，偷鸡摸狗，如今还学会了找人演戏销赃。萧云彻，你当真令为父失望？敢问萧老板何时调戏良家了？正是因为今日萧某救了姑娘您，被有心之人看到，以为是萧某轻薄了您。胡闹！今日本姑娘食用迷果，差点窒息而亡，是萧兄不顾一切救下我，却被你们如此污蔑。我原以为这女人是天环玉贵，不敢造次，但她竟然食用迷果，说明她身份卑微，地位下贱。父亲不必将她放在眼里。若是名门贵族的小姐，自然是不必食用迷果的，简直一派胡言。萧云彻不是大夫，你一个姑娘人家，他怎能不顾礼数，当街与你有肌肤之亲？简直下作！救命之举，何来下作？
迂腐守旧，果然难当大任。老夫靠祖上荫庇，小有官职，然仕途难登，这么多年也不曾有所进益，本就是老夫的痛点。这小丫头片子，竟敢口出狂言！老夫虽不曾担任要职，但也是朝廷命官。你们侮辱我，便是侮辱当今圣上。不过酒囊饭袋，圣上就该撤了你们这些白痴空想的。你胆子这么大的，净说些大实话。这是你亲生父亲，你是如何忍耐这么些年的？倒也没有忍耐很多年，就2、3年罢了。你还是先走吧，你这会儿激怒了他，待会儿他真的会对你动手的。看到他手里的鞭子没有？你这是做什么？谁让你替我挡了？你细皮嫩肉的，一鞭子下去还不香消玉殒了？我皮糙肉厚，没有大碍。无耻小儿，这女的怕不就是你的姘头？什么情况？徒手接鞭，果然有点东西啊！爹，你没事吧？这位姑娘，不对，这位侠女，身手真不错啊！这么厉害不早说，我刚才就不给她挡那一鞭子了，这不白疼了吗？大胆刁妇，你可知这是袭击朝廷命官？父亲好心出门看你，你不知好歹也就罢了，竟然纵容你的姘头，恶意伤人。若是将这些事都上报官府，你连小命都不保。起初说我调戏他，现在又说我是他的姘头，你们到底要给我扣什么罪名？能不能自己统一了说法，再来栽赃陷害？萧云彻，你还在狡辩！你和你的毒妇打伤了父亲，这可是不争的事实。闭嘴！烟杂曹妾的东西！吾乃大武常胜将军姚青书，尔等以下犯上，该当何罪？参见大将军。大将军，微臣参见姚大将军。将军恕罪，方才都是小人多有得罪，还望将军海涵。你该不会是姚青书姚大将军吧？史书上唯一一个女将军，年少便跟随父兄带兵打仗，更是帮女皇征战四方，踏平敌国。大武的经济发展不说，武力军队绝对是当时大陆第一。这小酒馆开得值，第一个客人就是个将军。今日本将军识得迷果，差点窒息而亡，是枭兄不顾流言蜚语，救下我的命。我不管你们是何意图，日后敢对本将军的救命之人不敬，便问问我的剑答不答应。还不快滚！姚将军，恕小的没见识，方才那把剑是不是真的削铁如泥？你想试试吗？自然是不想的。方才多谢将军替我解围。方才的情况，本将军都瞧见了。你是他们的亲儿子、亲大哥，他们为何这般对你？你想知道啊？这件事说来话长。我很小的时候呢就走丢了，所以跟他们都不是很亲。圣上，你说世上怎会有如此人心淡漠的人家？丢失多年的儿子好不容易找回来，不细心呵护，好好弥补就算了，居然还这般苛责虐待。许是他流落在外，比不上从小悉心培养的树弟。有些父母偏心，过得不好的孩子，有些父母却只偏爱有出息的那个。这一点，他倒是与我很像。惹圣上想起伤心事了，是微臣不对。你我虽为君臣，但从小便是闺阁好友，无需生疏。方才你去拿遣军玉印，应当没有让那小老板知道我的身份吧？圣上放心，他只知道我的身份。自从朕登基之后，除了这位萧老板，已经许久没有人敢在朕面前说些真话了。朕不想破坏这份难得的友谊。朕弑兄登基，怕
旁人看来得位不正，朕必须要付出比从前的帝王更多的精力，才能坐稳这江山。父亲，我真不知那人竟然是姚将军。那姚青书可是开国大将军唯一的女儿，如今更是随着圣上征战四方，战功赫赫。若是得罪了她，老夫日后怕是再也没有晋升的机会了。萧云彻才出去就沾花惹草，真是太过分了。老爷，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，非要刁难我们文儿？你看看他现在的样子，都被你惯成什么样了？整天不好好钻研学业，只想着陷害自己的兄长，萧家迟早毁在他手里。圣上居然要见我，这，老夫活了这么多年，这还是头一遭。娘，爹现在是偏心大哥了，我也是好心，不想让大哥玷污了萧家的名声，不过是弄错了而已。好孩子，娘当然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你哪里有错？都是那萧云彻不懂事，明明是个大哥，却总是和自家弟弟过不去。我一定要将萧云彻彻底赶出京城，让他消失在这个世界上。汤王，上月交给你的赈灾事宜，为何到现在还没落实？回圣上，银子不够。不够？国库里的银子全都紧着滨州水灾，你跟朕说不够？抗洪救灾可不是什么小事儿，国库拨的那些银子，只够打点上下的军官和士兵，就连粮草都不够。那依皇叔的意思，该如何办？圣上早年四处征战，国库一直亏空，要想充盈起来，有一个法子最快也最好，那便是增税。康亲王所言有一定道理，只是连年征战，百姓早就苦不堪言，哪里来的余力加税？数年的征战才换得我们大武的和平，百姓若是想安居乐业，交一些税，该是他们的本分。若没有我们皇家军队庇佑他们，他们哪里能安然无恙栖居我们大武之地？增税的是赞意，你们都退下吧。郴州赈灾迫在眉睫，还望圣上能够果决，否则将是伏尸千里。康王是先帝唯一的手足，先帝在世时便对他宽容有加，他散漫惯了，圣上不要放在心上。他是自命不凡，认为朕的皇位来路不明，便处处挑衅，恨不得取而代之。皇上，萧大人到了。传。微臣参见圣上。大人是不是跪错人了？臣惶恐，微臣有罪。难道姚将军跟圣上告状了？这不会来秋后算账的吧？行了，朕这次叫你来，是有礼部尚书一职空悬，你可有想法？圣上的意思是让微臣出任。你在京城多年，不曾升迁，念在你忠心一片，朕给你这个效忠的机会，你日后便要更加恪尽职守，以身作则，为人臣，为人父，都该做出表率。多谢圣上，多谢圣上，多谢圣上。圣上，这贼人对小萧老板可是极尽苛责虐待，为何圣上还要给他升官加爵？帝王之术在于平衡，朕何尝不想直接罢了他的官，为萧云彻出气？可他是萧云彻的亲生父亲，若是日后要提拔萧云彻，有个可靠的父祖，要远胜于他独木难支。原来如此，朕也只能敲打敲打他。他若是不蠢，便知道以后该用什么态度对待萧云彻了。圣上，午膳已备好。圣上，先用膳吧。
姚将军，朕怎么觉得这御膳房的厨艺退步了？这些膳食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圣上是在萧老板那里把嘴吃刁了，现在挑剔起御厨的手艺了。你这么一说，朕的确有些馋了。有段时间没去维天客栈了，不如现在就去。朕也想听听小萧老板有没有什么真知灼见。又是旧疾复发，那今日我们就不去萧老板那儿了，朕让御医给你瞧瞧。都是陈哥烂极了，那么多年了，御医都束手无策，臣早就看开，只希望在臣离世之前，能亲眼看到圣上的大武盛世。朕一定要寻遍天下的名医，只要能治好你，朕什么都给他。对不住了，客官，今日菜品已经卖完，若是想吃，可以先在本店打间住下，明日便将菜肴送到您的房间。萧老板，我们千里迢迢过来，能不能走个后门呢？原来是姚将军和黄姑娘。不错，才数日的光景，你这维天客栈就有模有样了。都是冲着我们家少爷的手艺来的，少爷炒的一手好菜，京中很多达官显贵都来吃，纷纷夸赞比御赐的膳食还要美味。所幸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现在每天都供不应求。话可不能乱说。这位是大武的姚将军，他可是圣上身边的人，咱只是个小酒馆，做点吃食生意，哪能跟御厨比较？小萧老板为人甚是谨慎，不过你这维天客栈厨艺水平的确是高，比御厨高，我说的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去圣上面前告你的状的。去把今日研究的新菜品端过来，给姚将军和黄姑娘尝一尝。奴婢这就去。这味道的确不同，鲜香异常，分外美味，难怪这里生意这么好。小萧老板，你这到底有何秘方？这就是秘方。这不都是入药之物吗？难道小萧老板你在菜里用了药，才让大家都这么爱吃？自然不是，这可是在京城，我无权无势，敢做这种事儿，不是等着砍头吗？这两味虽然是药物，互相组合在一起，却能激发食物最深层的味道，所以你们吃着这菜，觉得鲜香异常。小萧老板是如何得知这样的配方的？炖菜放点八角、桂皮，不是常见的很。只是古代这会儿还没发展到几大菜系，不知道这些佐料的用处。都是无数次的尝试得来的经验。姚将军这是怎么了？老毛病了，早些时候随圣上四处征战，忽然就得了这个病，喉处肿大有硬块，吞咽困难。御医说是食王症。食王症？那是什么病？治不好的绝症，只是会慢慢夺取身体的气血，总有一天，身体亏空而亡。青叔为我殚精竭虑，征战沙场，甚至20有2了，都不曾谈婚论嫁。他用毕生精力捍卫我的皇位，却在江山稳固的时候得了这个病。我瞧瞧。放肆！男女授受不亲，
这点道理都不懂吗？让他给你瞧瞧，你忘了？前段时间你差点窒息而亡，是小肖老板救了你的命。行吧，让你看看。这食王症不是什么大事，若是将军回去后能按照我的方子去践行，假以10日便能痊愈。小肖老板，此话当真？御医说这可是食王症，整个大武还没听说过谁得了食王症还能痊愈的。是啊，小肖老板莫不是在安慰我？得了这病，死也不过是早晚的问题。我该怎么解释这所谓的食王症，在后世其实就是普普通通的缺碘症，民间简称大脖子病。说白了，多吃盐就行。姚将军回去之后交代厨房，将你的吃食中多放一些盐，不出1个月便能好转很多。如此绝症，多吃盐就能好？若是没有好转，你1个月以后再来找我麻烦。民间酒馆的吃食大多清淡无味，若用盐调味，大抵苦涩难咽，只能勉强下酒。为何你的盐却没有这些毛病？要不要说实话呢？炼制精盐虽然对现代人来说简单得很，但在古代可是了不得的技术，且成本十分高昂，只有皇亲国戚吃得起，质量还一般。实不相瞒，这是祖传的技术，萧某实在不敢透露，怕老祖宗天打雷劈。若是二位喜欢，大可以从萧某这里拿，想要多少拿多少。这萧云彻不老实，他和萧家关系这般差，哪里来的祖传技术？不过这般谨慎也好，身怀宝藏，总归会有人窥探。皇姑娘怎么了？父亲今日上朝，被圣上骂了一顿，说是税收的事情，圣上大动肝火，可不敢妄议朝政。那又如何？这里就我们3人，难道你还怕旁人告状？皇姑娘此话不假，在这间小酒馆，就是大骂当今圣上又如何？还是小萧老板也跟那些迂腐的人一般，认为女子就不该议论朝政，只会在家绣花。我可没这么说，别给我扣帽子。咱面前就有个了不得的女将军，我说这话不是找死吗？那你倒是说说看，当朝税收到底该如何？这税收嘛，的确要收。如今女皇才平定四方，虽然西战安宁，无人敢犯，可一个国家要兴盛，经济是一定要发展，经济发展便离不开收税。培养军队要钱，赈灾救民要钱，什么都要钱。国力和军队都强，那才是真正的强国。我们当然知道你意思，可现在百姓经历了数年的战火纷飞，还未来得及安居乐业，却要被收税，这不是雪上加霜吗？若是一个帝王半点不考虑自己的子民，那还算是好皇帝吗？可国家没钱，除了收税，又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？所以你的意思也是强征民税，先充盈了国库再说。看来他跟康王也没什么不同。非也，非也。